人为贪财身先丧，王八骗钱命早亡，人国奸猾多取巧，美国监狱啃大屌，战国必倒霉啊！这是我的名言。郭文贵的女儿，前2天咱们说这个200斤的喜国公主不是这个蔑视法庭啊，法庭呢让她交每天1000块钱的这个罚款，现在呢已经累积了几十万美元了。如果在美国，如果是这个罚款交不上的话，就会以这个蔑视法庭啊被抓入狱啊。现在呢这个郭美啊是急得了不得。第一次呢，在这个美国的一个所谓的一个募捐网站上开了一个号啊，这些蚂蚁帮呢用那些骗来的那些所谓的洗币的钱啊，很快就给他筹足了。但是呢，那个号马上就被封闭了，被关了。然后呢，他们着急又开了第2个网站的号啊，结局呢也被关了啊。所以现在200斤的喜国公主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呐。郭文贵在监狱里边也急死了。这个郭文贵在监狱里边这个大骂啊，说有些人给我写信质疑这个郭美筹款是不是真的？那当然是真的了。那你们赶快给这个200斤凑钱呢，是吧？而且呢，这个郭文贵在监狱里边还不忘吹牛，说我在这儿好得很啊！这个我跟那个马杜罗我们在一块儿，就是那个巴拿马那个被抓那个货啊，我们在一块儿呢啊，这个探讨国家大事呢，是吧？你们呢在外边啊要给我的女儿筹钱灭共啊！而且呢，郭文贵说你们不用担心我这个在监狱里边给美国提供了很多灭共的情报，马上就要出去。结果呢，他出去个屁！他妈的不是直接给扔到那个1000多个新鲜黑大哥的监狱里边去了吧？7哥这个嘴呀，别管是前面的后面的都得受罪了。蚂蚁帮呢，这些这个痴迷的精神病们在外边呢，替郭美又开始了第2次的筹款。第1次被关了，那我们再换个网站筹吧。接下来啊，又开始搞募捐了，又开始搞捐款。这个不是郭文贵最痛恨的一件事吗？想想郭文贵他自己说，他永远不会伸手跟大家要钱的，对不对？郭美竟然因为20-30万的律师费欠款啊，跑到众筹上去跟大家要钱，那跟讨饭有什么区别？那跟他们拿一个脖子在地上弄个帽子扔在地上伸手跟大家要钱有什么区别？你觉得真正的话郭文贵能干这件事吗？就为那点钱20-30万，他妈的他一套西服的钱，他能让郭美为了一套不鸟你西服的钱去跑到众筹平台上去跟人伸手要钱？你看郭先生曾经说过嘛，对吧？老郭家的人即使饿死都不会伸手跟别人去要1分钱的。你觉得真的郭文贵他有那么贱吗？对不对？影响你灭共吗？关键是吧？不影响吧？关键是你怎么会相信墓碑科技？你这个太受不了了！你不相信我们，不相信电话，不相信联盟所有的这些 ，OK， 你不相信吧？也不相信郭美，好，都不相信，你怎么会去相信一个叫做墓碑科技暖旭木山暖旭？为什么会相信他们？这个我有点想不通啊！你就算是不相信我们，你为什么相信他们？你唯一要确认的就是一件事情，就是你要不要灭共，你心里面灭不灭共，不是其他的，跟我们没关系。你若是真的是心里面只有灭共这件事情，你怎么还会在乎谁是谁？你在乎我是谁干嘛？我是坏蛋，我就是坏蛋，我是坏蛋，跟影响你灭共吗？不影响吧？不影响吧？我每天花这时间，我不需要证明我是好人，我证明我是好人干嘛？我有必要跟你证明我是好人吗？你爱觉得啥是啥就是啥，我就是坏蛋，我就燕子，咋了吗？不是这帮蚂蚁们主要是觉得这个郭先生从来是郭先生说那个为真不破嘛，对吧？这帮蚂蚁们主要是想问问卵子妹啊，就是郭先生怎么一次在你身上取走20-30颗卵子的？你当场给我们烧个20-30颗的卵子给这些蚂蚁帮的人看看，对吧？要不然的话呢，郭先生的信誉受损啊。我也收到过一个战友给我的留言，他是第2次，第1次就成功了，他第2次又成功了，所以他很兴奋，他给我打电话，他说我们就是要受给这些坏人看，他们可想关我们，但是他关1次我就会捐1次，他关100次我会捐100次。真的，你听到这种话的时候，你就知道战友是多么的坚定，多么的就是支持我们做的这些事情，多么的支持家人和
就是所有爆料革命的付出。所以我想在这一点上，所有的事实体现给大家。而且我想这个对比七哥当年音乐打榜的时候，那才是我记得一美金多一点一首歌都可以是上百万。所以我们可想而知，我们今天看到的才180不到200个 donation， 对吧？就已经捐款数额捐款这么多了。但如果要是又是我们再去打榜的，我相信时间放长一点，我们会有更多的战友。但这就是我们新中国联邦的实力，所以大家千万不要，很多人有很多的战友，尤其是这个716以后啊，我说的是过去的716啊，不是这次的716。那还有就是咱们629以后，有很多人觉得灰心啊、失望啊，觉得爆料革命可能不行了。但是当你看到这些一次又一次的发生，不是第一次，这是第2次了，对吧？你再回想一下当年的打榜，你就知道爆料革命的实力和唤醒的人有多少啊！这个里头有很多是我们可以看到的，其实是有一些外国的友人的捐款的，因为从名字上可以看到。所以我想这块呢也是我们联盟是非常开心的，也感谢所有支持国美、支持联盟的战友。看来蚂蚁帮的韭菜还是依旧茁壮，是吧？所以我说了嘛，这个美国呢肯定是对这些郭文贵手底下的小骗子也在立案进行调查。等郭文贵的事情彻底告一段落的话，这些小骗子也得一个个的给他抓进美国的监狱，让他们跟郭文贵一块儿去啃黑屌去。哎呀，可惜呀，这次呢他们的捐款依然踊跃，但是呢又给封了，因为呢他找了一个总部位于美国的基督教众筹网站它有这个宗教背影，它的这个背景呢就是审查比较宽松郭美的这个募捐再次被封号，并不是因为政治立场因为是美国破产法院与金融反洗钱法的3道铁律，触犯了破产法院的灭世法庭的禁令触犯了诉讼类项目的这个风险管控支付网关是在这个美国的金融黑名单里面。就是说你无论是在哪个方向，郭美现在美国的这个银行里边的账号是严格的受到监管的，因为他是破产的这么一个案子里的受益人，所以呢给他直接捐钱办不到。你在美国的募捐网站上，因为有法庭的判决和禁令，还有这个金融的这个反洗钱的这种这个黑名单，所以郭美现在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他这个钱除非蚂蚁帮们换成现金去交给他去，结果呢也可能会被当场抓住那就成了又成了一个罪行了，你知道吗朋友们？这个蚂蚁帮里边有觉醒的，但是也有这个糊涂到底的那些神经病。郭先生说过2022年要灭共，当时呢我认为还是不太可能的，但是2025年能灭共呢，许多次战友呢是和我一样是非常笃信的，包括我本人，我甚至做好了2025年的年底这个不是说中秋，因为原说郭先生说2025年中秋要不灭共呢，他就回到深山老林，就永不再灭共。2025年8月16我站在这里如果共产党还在的话七哥就消失是你了，我就真的消失，我向你们这个鞠躬致道歉。但是这些事情现在已经过去4天了，也没有什么灭共的丝毫的这样一个迹象。那重要吗？你说2025年8月15号灭了共，还是2026年8月15号灭了共，对吧？晚了1年，然后你就说他说的不准，你毫毛都没有伤到。我跟你说，别说你今年灭不了他就再晚5年，他都不影响。面对这个现实，这件事情它没有发生，最终它不就是灭了吗？没有发生的原因是这个世界整个的秩序还有很多大的事件是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很多事情在当时那个时候，时间重要吗？不重要啊。我们没有这个控制能力，也没有那个预测能力。郭先生也是。那你以为你是上帝说哪天灭就哪天灭有这个计划，有这个努力，但是这些事情并不是以我们的这个意志为转移就一定会实现。那你说就因为这一点，你就说否定郭先生，你的爆料全是假的你他妈都是瞎鸡巴扯。没有那个意思。你用这一个理由是吧？所谓他说的没完成的来打他的脸，说郭先生的这爆料全是假的，那你不赶上那个黄河边了吗？对不对？到底什么时候能够灭共？2026年、2028年。所以，但凡你拿什么几月几号这些时间来卡所谓的爆料成功还是失败的话，你就是灭暴小组了。
啊，你就是中共派来捣乱，是吧？你看这个事情，这个计划推没推行？灭共的这个时期是不可预测的，你看目的是不是达到了？对，你看到这个事情是不是在推进？这个才是重要的。我真看不出来在哪里。你看这个事情最终的目的达到没有吗？时间仅仅是时间嘛。郭先生之前说是2025年的8月15号啊，这个中共会灭，但是我们看到并没有灭啊。但是按照现在这个趋势啊，2026年的8月15号，但是真有可能啊我信，真有可能啊。你做了什么？你能起多大作用？我觉得2026年8月15号啊，中共被灭啊，被消失的可能性大概在80%。为我们的2020的收割做好一切的准备。你他妈要点逼脸，还在这吹牛逼？哎呀，江山代有人才出啊，是吗？金剪刀 CBL 这个退隐了啊，又出来一个新秀 A 先生。好，这些蚂蚁帮里边有一些资深的重症的精神病，他们认为呢，郭先生马上就出来了啊，那个说呀，美国国会介入的时间点，我的个人认为是搞定伊朗之后啊，这个上诉的2巡程序走完啊，然后呢，国会肯定会出面全面调查，爆料革命的真战友从未离开，就等着美国国会释放郭文贵呢。这个世界上啊，是精神病的傻逼太多，骗子太少。点个订阅吧，咱们下集再聊。